朋友們，大家好！早上起來打開德國媒體，發現2篇文章在德國《時代報》上，是關於德國退休年齡要延長的文章。在這裡，我想說說德國退休年齡是怎麼樣的。目前為止，德國人的退休年齡平均在66.5歲，但是德國有法律規定啊，逐漸延長到67歲。比如說，1962年之後出生的人，他們退休的時候就是67岁。沒有其他任何工種的區別。同一時期，在中國還是這樣啊。如果你是體力繁重的危險的產業工人，那麼女性退休年齡是50歲，男性應該是58歲吧，對吧？然後呢，如果你是事業單位的普通職員，女性是55歲，男性是60歲。大家記住這個區別。也就是說，如果是中德兩國退休年齡的區別，最長的，中國的女性提前16.5年退休，最短的那就是中國男性提前6年半退休。好的，我們接着往下看第一篇文章，推遲退休或許反而更有益健康，不用趕會議，閒坐花園，四處旅行，退休生活聽着宛如美夢。然後呢，這篇文章來個轉折，但多項研究表明，從健康角度來看，早早退休並非總是明智之選。這篇文章大意是給德國人做心理建設。你們記住啊，過早退休反而對你們健康不好啊，推遲退休反而更有益健康。而且它是借用專家之口說出來的啊。我們看第二篇文章，也是德國《時代報》的養老金改革經濟專家委員會提議提高退休起始年齡。養老金委員會即將公布調研結論前夕，多位經濟學專家提出多項改革方案，例如養老金漲幅不再與工資掛鈎，今後的漲幅不會同步上調。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，今後呀，德國人的工資漲幅可能要比養老金漲幅更大，養老金漲幅今後呢會慢一些。這兩篇文章其實大意都是一樣的，我認為啊，這德國媒體是做了德國政府的喉舌，給德國人做心理建設，讓德國人呢有心理預期，退休年齡今後呢要延長。另外呢，養老金今後呢漲幅沒有那麼大。那個退休年齡延長，其實德國一直在討論，已經討論好幾年了。德國政客還有德國所有某些專家提議，把德國人今後的退休年齡從目前的67歲提高到70歲，甚至有的德國政客還有德國專家更離譜。他們說啊，德國呢應該設一個最低那個退休年齡，比如說70歲，但是呢不強迫你退休，只要你願意工作，你工作到90歲、100歲都可以。越晚退休，那你領的退休金就越高。聽到這個時候，很多德國人反對啊。目前為止，其實很多人到了60歲左右，他就心裡就沒有那個工作動力了，恨不得退休了。但是法律規定67。那就是很多人在得過且過，沒有辦法，他們不得不延長到70歲。雖然他們內心呢不想工作了。還有，德國政府其實 N 年前，我記得在默克爾時期，默克爾當時就呼籲啊，德國人，你光靠法定養老金是活不下去的啊。即使你活得下去，那你的生活水平與退休前會受很大的影響，也就是你的生活水平馬上掉了一個台階，或者你的生活水平馬上惡化。所以當時呢，默克爾呼籲德國人啊，你們一定要自己買一些私人那個養老保險。但是很多人不當一回事。另外呢，德國的生活成本還是蠻高的，所以很多人一個是沒有那個意識，另外一個呢，特別是低薪的人群啊，他沒有那個能力，他想給自己攢一份那個養老的錢，相當於私人養老保險，但是呢，沒有那個能力。而且你們知道嗎？目前啊，德國退休金它的水平是怎麼樣呢？48%是個線啊，就是說你退休後拿到的那個退休金，大概是相當於你退休前的你的工資的48%，一半都不到。之前比如說德国的中位数收入呢是2500，退休後你拿到的是2500的48%，可能就1200左右。1200大概是德国法定的退休金的平均水平。但是大家別忘了，在德國大部分人
都是租房族，也就是你退休前，可能你老两口租金每個月可能是800到900，甚至1000，對不對？但是這租金是不會因為你退休會變少的，租金是保持不變，甚至每年還會往上漲一點。那麼你退休之後立馬只有1200，對不對？然後你的房租我們說900吧，那你只剩下300了。還有一個朋友們，更離譜的是啊，與中國不同，中國的退休金是多少，就直接拿到手是多少，不用繳納這個收入調節稅，也不用另外買醫保。但是德國不同，你1200或者1200多，也許你還要繳納少量的收入調節稅，也許50歐元，也許多一點點，但是你要繳納，因為你超過那個線了啊，超過越多，你繳納的收入調節稅就越多。另外，還要從這1200歐元的退休金裡面拿出大約11%來購買醫療保險加護理保險，這兩項是一定得買的啊，就強迫的這個醫療保險以及護理險，11%從1200就相當於132，我們就45入130。前面說了啊，你就只有1200歐元的退休金，然後房租900，對吧？然後呢，醫保還有那個護理險130，相當於1030。也許你要交50歐元那個收入稅，那麼就1080了，也就是只剩下120歐元。朋友們，這120歐元你還沒吃飯呢，你還沒有買衣服呢，你還沒有買護理用品呢，你還沒有手機上網呢，对不對？所有這些還沒有交通費呢。所以1200歐元的德國人，你要想過活，可以說是不可能的，餓都餓死你。最後怎麼辦？只能目前還可以申請所謂的還有一點低保補助。那今後這個福利是越減越多的，因為目前德國政府已經說了啊，我們的福利是不可持續的。德國總理默茨也說過，不可持續，越減越多，會節流。因為目前德國是這樣啊，一個是這個福利開支越來越高。我們也知道，過去啊11年來，2015年默克爾大門敞開迎接所謂的難民，當年就進來100多萬，然後持續每年就進來幾十萬。然後呢，2022年的時候，俄烏戰爭爆發，對不對？然後德國又敞開大門迎接烏克蘭難民，我想這幾年也進來100多萬吧。也就是說，就滿打滿算，大概這過去10多年進來大概400萬難民左右。還有呢，有些難民他可以從原來他的母國那個把他的家人也弄過來，家庭團聚簽證。在德國甚至呢有那麼離譜的敘利亞的人，他說我在國內有2個老婆，當時來的時候只帶來1個，我想把國內第2個老婆也帶過來。然後呢，漢堡的一家法院甚至批准了啊，因為按照德國的那個憲法，只是一夫一妻。當時呢，這個案子在德國引起了軒然大波，因為是違憲的，但是德國的法院就是判決這個敘利亞人他有他的人權，人權高於德國的憲法。你們想想看，有那麼可笑的事情，不僅把他的妻子帶過來，也把他在敘利亞的孩子一併帶過來。然後這個敘利亞的所謂難民，一夫跟2妻，還有一些10幾個孩子住在一起。最後呢，德國那個社保機構，當然是我們納稅人呢，要幫這個敘利亞人一家10個人買單，每個月開支就是2萬多歐元，朋友們，一年20-30萬歐元。這只是一個例子啊，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類似的例子。所以德國這個所謂的福利啊，這個體系早就像龐氏騙局一樣，如果是德國政府不借債，早就崩潰了。現在所有西方选舉制國家都是政府呢在借債，在發所謂的福利。這個福利能持續多久？它是個動態的過程啊。前面我們提到，中國退休年齡要比德國退休年齡，比如說中國女性提早16.5年退休，或者11.5年，然後男的最短要提早6.5年退休。我们再说说德國，德國啊作為職員，法律規定啊，每個職員每年至少有20多個工作日的帶薪假，但是一般單位提供更多的福利給員工，
所以一般的公司都會提供30工作日的帶薪年假，相當於1個半月左右。所以這方面來說，這個德國這個福利作為員工確實要比中國好很多。另外呢，這個年假是一定得休的，如果到時他不休，老闆會提前提醒你，哦，你這那個年假，如果你再不休就作廢了啊，或者這個村就沒那個店了，你盡快把它休掉吧。因為這是德國法律規定，老闆呢不能讓員工繼續工作，然後不休年假，他是違法的。到時呢，他那個職員可以告他的，所以老闆呢不得不提醒他員工。從這2點來說，一個是呢有20-30天的工作日的帶薪假，另外一個呢，這帶薪假是必須得休的。德國這方面好很多，但是另一方面，我一直提醒大家，在中國作為比如說工作環境比較危險的這女性職員，比德國提前16.5年退休，男的普通職員最短要提前6.5年。朋友們，雖然啊在中國沒有那麼多帶薪假，對不對？但是提前16.5年退休，那你們覺得你是喜歡每年有30天带薪假，或是25天带薪假，還是像中國那樣每年可能只有10天带薪假，但是呢我能提前16.5年或者提前6年半退休？這答案我相信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啊。對我來說，相當於打了一個平手，對吧？大家可能都不比對方更好，而且從我內心來說，假如我是中國女性，我可能更願意選擇中國這樣的提早退休，对吧？因為你可以提早10多年退休啊，50歲或者55歲，我完全可以好好的享受我的生活。這裡說到我自己，我的女同學都退休了啊，因為55歲退休，我看見他們經常在他們朋友圈發各種動態，今天去這裡了，明天去那裡了，然後呢還自駕去這裡了，等等等等，我看着真的非常的羨慕。還有我的男同學，在國內的啊，去年開始就陸陸續續越來越多的男同學退休了，今年退休的男同學特別多。我在我們班是屬於相對來說比較晚的年齡的，所以他們大部分人都退休了。現在我沒有見到一個他們家沒有汽車的。男同學幾乎都考了駕照，女同學有的沒考，有的考了，但是他們發朋友圈就是自駕遊，原來暑假的去這裡，然後呢現在2個人退休了，可以周遊全國，甚至有的出國去旅遊。真的像我這樣現在還要熬到67歲，還有好幾年，哎呀，我的心裡啊就特別難受。所謂30年河東，30年河西，我現在真的非常羨慕我們國內的那些同學朋友，那麼早就退休了啊。像55岁，你們也知道，現在生活環境好，生活條件好，生活質量很高，对不对？55歲，像女同學，像中青年一樣，根本就沒有到退休年齡。我覺得身體特別好，精力特別充沛，完全可以延長，比如說10來年才退休。但是他們按照中國法律已經退休了，而且他們退休是拿到多少就是多少，不用繳稅，不用另外買醫療保險。德國呢，完全是另外一樣。剛才我就說了，所以對比啊，中德兩國，我覺得目前對我來說，中國那套體系更像一些，德國呢沒有那麼好。甚至在美國也是一樣的啊，美國退休年齡應該也差不多，而且與德國目前那個專家還有那些政客說的一樣，美國退休也是鼓勵推遲退休，你退休越晚，你拿的退休金就越高。最好呢，從社保角度來說，你直接工作到死，一直交養老保險，但是呢，你沒有享受，這對社保這個體系是最好的。所以在德國這邊也好，美國這邊也好，鼓勵你們延長退休年齡，甚至到時可能設一個最低退休年齡，然後呢，鼓勵你從工作台直接到棺材，這對德國養老體系是最完美的，對不對？好了，剛才我們說了中德的養老保險，一個是德國現在通過媒體喉舌在搞心理建設，讓德國人有思想準備，要延長工作年齡了啊。還有啊，今後呢，這退休金的漲幅也沒有工資漲幅那麼大。那麼今天我們再說另外一個話題，就昨天嘛，我在那個微信公眾號看一個在德國的女士，一個中國女士在德國就醫的經歷。她自己說她在德國被誤診過，然後前段時間
在打球的時候，他的手摔了，骨折了，過了很段時間不好，很痛，做了理療也很痛，而且理療非常難預約。在德國是這樣啊，交了醫療保險之後就免費了啊，但是它的效率不怎麼樣，然後它的病例啊沒有那麼多，沒有中國那個醫生那麼多，所以呢，出現誤診的那個幾率很高。比如說這位中國女士，她自己說被誤診過，然後呢，現在她的那個骨折那麼久也不好，理療也弄不好，所以呢，她這次呢在上海一家醫院的骨科去做了檢查，一檢查大事不好呀，她這手裡面切入的鋼筋是什麼，4個地方太長了，那個釘子太長了，所以導致她一直很疼痛。你看這是不是又算一次不是誤診啊，而是部分錯誤治療，對不对？可以說是錯誤治療吧。這個事情在中國發生，捅出去會形成一個很大的社交風波，對不对？肯定網上的社交媒体鋪天蓋地的說這個醫院怎麼樣啊，醫術怎麼不行，對吧？醫院怎麼黑。但是在德國，作為病人啊，你很難打贏官司，就是說這個醫生誤診了，這個醫生錯誤治療了，很難，曠日持久。後來這位中國女士啊，在上海这家醫院的骨科把這個問題呢解決了。恢復進度慢得看不到頭。4月初不是回國了嗎？到達的當天放下行李，我就直接奔了上海6院的國家骨科中心去複查。一拍片發現了一個 bug， 就是我內置鋼板的有幾顆釘子的長度稍微超過了我的骨頭高度，這也許呢就是造成我的左手腕一直腫脹不退、異物感明顯的原因。果然我的擔心還真的不是多餘的，因為我之前在德國看病呢有過被誤診的經歷，所以一直都心有餘悸。實際上呢，我也不是質疑德國的醫療水平，而是呢他們的人口少、案例少、效率又慢，所以對於醫生來說，重中之重的臨床經驗，他們實在是太少了。醫療服務貌似呢在德國啊，我交了醫療保險之後就免費了，樣樣都免費了，住院也不用自己花錢了。但是我們等一下再說，到底中德兩國的區別有多大呀？享受的服務當然是完全不同的啊。在德國，你交了那個醫療保險之後，其他就不用再花錢了，可以說之後呢就免費了，或是包括在你的醫保當中了。但是這套醫療系統它是非常昂貴又低效的，然後呢這個提供的服務也不好，比如說預約理療預約不上，很難預約上等等。然後呢我們來看中國這邊與德國這邊醫療它的區別有多大。我們先看德國，德國呢現在醫保它呢保費又提高了。朋友們，我這個錄屏呢是用 DeepSeek， 也就是中國那個 AI 軟件，德國這醫療的結果把它翻譯成了中文。根據您提供的信息，我假設某位德國職員月薪是5000歐元，25歲或者40歲都無所謂啊，無子女。為什麼我要說無子女呢？因為在德國像這樣的話，25歲未婚無子女，他拿的肯定是1級稅卡，繳稅是比較高的。在北威州投保的是這個 TK 這個保險公司，您每月繳納的法定醫療保險就是職員的那部分是552.2歐元，相當於他稅前月收入的11%多一點點。這家保險公司 TK 它的保費為17.29%。法定基礎費率14.6%，加上它允許保險公司再多加2.69%，有的保險公司可能會加2.7%，甚至有的可能會加3%左右，對吧？它是按照各保險公司自己定的啊，但是這基礎這個費率14.6%，然後呢，總保費5000乘以17.29%，等於是864.5歐元，因為是雇主雇員各一半，那就是個人承擔432.25歐元，這是醫療保險。但是在德國還有一個護理保險，如果你沒有子女，那附加費會更高；你有子女的話，附加費稍微低一點。我們看個人費率，因為您滿了23歲，而且沒有子女，你要繳納你稅前工資的4.2%，基礎費率呢是3.6%，沒有子女要另外加0.6%。護理險的保費是210歐元，雇主承擔1.8%，您承擔，也就是雇員你承擔的是120歐元。好了，醫療保險加護理保險加起來一共是
552.2歐元，雇主的部分也算進去，那全部作為你職員在你賬號上的醫療保險和護理保險是1074.5歐元，超過1000歐元。你的那個月薪是5000歐元，但是光是你頭上的醫保還有護理保險就已經是1074.5歐元了，也就是說，相當於你稅前收入的超過20%。這就是德國這個醫保還有護理險，它這個價格有多高？好的，我們來看中國怎麼樣假設這個人在廣西是個教師吧。現在我們看，在中國作為事業編的人，他每個月的醫療保險有多少？醫療保險在廣西，個人統一2%，就是工資的2%。比如說，工資如果是5000的話，那他繳納的就是100塊錢人民幣。我們看有個例子，舉個直觀的例子，在這裡看，對不對？教師基數呢是5000，對吧？他每個月就5000塊錢。然後呢，個人每個月扣的醫保是100塊錢，而且這個錢呢是可以進他個人的賬戶的社保卡的賬戶，也就是說，他到時你買藥什麼之類的可以使用它，是屬於你自己的，你交的是屬於你自己，你可以支配它。而在德國，交了就交了，你是不能支配的。也就是說，如果你沒有病，你交的1000多歐元是打水漂的一個聲響都沒有。然後呢，單位每月繳納。幫他繳納是6.4%，320塊錢，也就是說，屬於這個人的醫保的，那就是花在你這個人醫保上面，一共就是420塊人民幣，也就相當於50歐元多一點點。而我們前邊看見那個例子在德國作為職員，發生在你作為職員身上的那個醫療保險加護理險是一共呢1074.5歐元，而中國這裡大概是50歐元左右，50歐元多一點點，那相差多少？超過20倍朋友們。還有如果在中國住院，假如是1萬塊錢，你作為職員，起付線是800，先自己付800，然後呢，剩餘9200，那可以報銷，最低檔是82%。如果你住院的那個開支達到2萬塊，那你報銷的比例會更高。但是1萬塊錢的時候，報銷是82%。也就是最後呢，自付大概是2456塊錢，最後可以說是75%左右可以得到報銷，但是你每個月只繳納100塊錢而德國這邊每個月你自付的那部分是550多歐元，是你真正的從你工資扣掉的，而中國這裡呢，從你工資扣掉的只是100塊錢，100塊錢相當於12.5歐元。而在德國，從你的工資扣掉的，真正扣掉的是552.2歐元，一個是12.5歐元，一個是500多歐元，這相差了差不多50倍朋友們，這差別太大了。像在中國這樣，如果我住院的時候，即使只報銷，比如說75%，但是這樣一對比，那可見在德國這個醫保系統，它特別的昂貴，而且呢效率不高。在中國呢，它便宜，效率很高。比如說你去體檢什麼，當天就可以出結果，你不用預約，你去掛個號，然後就可以當天看上醫生，可以當天得到治療，可以當天拿到药。在德國，可能你做什麼檢查要分幾次，前前後後可能要好幾個月，有的時候你做什麼檢查，可能做個 B 超什麼之類的，可能要2個月、3個月之後才能約到。也就是說，當時你有病的時候，到你能夠約到醫生的時候，可能黃花菜都凉了。今天我是第一次看见這個對比，我真的震驚了，想不到中國這個醫療保險，作為職員、作為僱員，只要從自己的工資扣掉2%，而在德國要扣掉那麼多，相當於工資的11%，這區別也太大了吧？在中國我們可以看到，繳納了各種各樣的社保還有公積金之後，原來是5000塊錢的，拿到手是3800塊錢左右。這裡我們可以看到，对吧？公積金有多有少，有10%的，有8%的，但是拿到手大概就3800塊錢左右。
也就是扣掉了1200，相當於全部扣掉的佔你工資的24%左右。但是在德國，我們可以看到啊，德國月薪是5000歐元，一級稅卡等等，對吧？您每月進到手的工資約為3130歐元，最後拿到手的，如果不考慮匯率啊，中國是3800，而德國是3100多，整整相差了20多個點，區別很大。好的，朋友們，今天可以看到啊，德國退休年齡要比中國長那麼多，最長的長16.5年，最短是6.5年。然後德國老人退休金啊是稅前的，還要另外繳收入這個所得稅，另外呢還要自己買醫保。在中國拿到手的那個退休金就是退休金，不用自己買醫保了。另外一個，中國的保費可以說低得驚人，德國的保費高得嚇人。這就是兩國，一個是退休，另外一個呢是醫療系統的最大的區別。那今天你們看了之後有什麼想法呢？你們是不是還觉得德國的福利很好，什麼都是免費的呢？另外一個呢，我補充，我剛才忘記了啊，在德國交了那麼多的醫保之後，交了護理保險之後，最後呢，你去看醫生，如果你要買藥，醫生給你開了處方，那麼你每樣藥要付那個處方費，現在是5到10歐元，這也是一筆開支啊。特別是你老了之後，你退休之後，你隨着你的年紀增長啊，你的病可能越來越多，那麼你拿的药也越來越多，你繳納的處方費也越來越高。加上德國人普通大部分是租房族，如果你每個月只有1200左右的那個養老金要交房租，那你每個月肯定是入不敷出的，你只能是去街上去撿那個有押金的瓶子。所以现在德国老年貧困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。以前我也給大家反映過啊，越來越多的德國老人上街撿那個有押金的瓶子來補貼家用，就因為德國老年人很多，他退休金特別低，所以呢，他根本就入不敷出，活不下去，怎麼辦？只能到街上呢自己自救了啊。當然，在最困難的時候，也許你可以通過社保機構看能不能申請到一定的補貼，這個就要看個人的造化了。總之呢，今天給大家看了德國與中國，一個是退休年齡的區別，退休金的區別，另外一個呢是醫療保險的區別。不知道大家看了之後有何感想？你們覺得德國這樣的社保體系，德國這樣的醫療系統，德國這樣的那個養老保險是比中國好還是比中國差呢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啊。